积比广东东莞还大的西藏小镇，世界上修建难度最高的川藏铁路会经过这里。还有一个全国很少见的神奇特点，就是本地生活的人只有不到2000，展现出西藏地广人稀的特色。未来从成都坐上火车去拉萨，一定会经过这里。那么视频开始前，你能猜到这是哪儿吗？罗马不得不讲，这里真的很美，不愧于世外桃源。当咱们盘坐草原上，沐浴阳光，听潺潺流水声，也结伴高原草场上驰骋，成为射箭骑马的汉子和女生，和小镇融为一体后，会充分感受大自然的神圣威严。在这个开车几分钟就能走完城区的小镇，换作是你，能坚持生活多久呢？Hello， 人家公开3分钟影，大家好，我是藏族姑娘卓玛。每期视频带你更了解一点西藏。那么接下来，各位朋友，猜猜我现在在哪里呢？没错，我现在在西藏林芝的鲁朗小镇。鲁朗小镇位于哪里呢？西藏林芝市巴育区东部和米林县、波密县接壤。它是景观大道318路上的一站，所以并不算小透明。这么多年来，无数游人与其擦肩、合打照面、相拥，算是西藏一个小名镇。不同朋友来此的岁月里，储存着不同记忆，或美好，或不堪。鲁朗小镇就是静静地在那里见证着爱情、友情、分离、相聚，目送一对对鸳鸯，兄弟姐妹们为完成心里的那个梦想而去拉萨。咱们再把方向反过来，鲁朗小镇距离林芝市区的公路70公里左右。翻越色季拉山后，就能看到不远处的南迦巴尔峰，这是林芝海拔最高的山峰，也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端。当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在此结束，造就了林芝丰富的原始森林。不仅仅是整个西藏超过80%的树木在林芝，它还是全国第3大林区。但是如果天气不好，咱们看到的景象就是这样。因为从不轻易示人，所以南迦巴尔也被称为修女峰，总有无数人在此停留，为了能看到它的真容。希望每一位来的朋友都能实现这个愿望。从斯基拉山下去后就是鲁朗镇，也就是说和吉隆镇叫珠穆朗玛后花园一样，咱们可以叫鲁朗镇南迦巴尔后花园。鲁朗意为卢昂谷，是嘈杂之外隐藏的仙境，总面积在3000平方公里左右，比广东大城市东莞还大。不过在当地生活工作的朋友只有不到2000。实际上，鲁朗以山河水岭为多，大部分地域都人迹罕至。鲁朗镇共有9个行政村，加上所有自然村也就不到30，所以有朋友来了可能会觉得孤独，还有朋友会好奇，这么点人的地方是不是原始地带？吃住行方便吗？我正行走在鲁朗镇的街头散步在西藏呢，哪怕是个小镇，它的公路也修得非常的好，这边的基础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善。这样的条件不仅是林芝藏族朋友勤奋的结果，四川朋友也出力建设，当然更离不开广东的出资援建。这个小镇是全国共同努力而产生，那么对于当地村民来说，通过什么收入来生活呢？鲁朗的村庄大部分都在城镇附近，每个村都有公路到达。关于收入来源和生活，就留到后面的视频来细细讲吧。我后面呢是卫生院，前面呢是还有银行，还有我们的快递，样样齐全。大家看到没有？中国农业横行。这边除了邮政还有电信这些基础保障部门以外呢，还有我们的一个镇政府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服务行业，比如说我们的酒店、餐饮非常的发达。而在过去，鲁朗什么都没有，在318国道的旅途中是被忽略的那一个。未来这里是川藏铁路、滇藏铁路的必经之路，从成都、昆明到拉萨，有更多人会在停留的时间好好的看看它。除此之外，川藏高速公路也会从这里通过，不仅仅是到达林芝市区更快，这座海拔3500米左右的小镇只会更便利。祖国母亲和广东兄弟的投资，让这里更好、更方便。全国的所有朋友
看完卢郎的样子，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是您，可以坚持住多久呢？如果有了答案，那大美西藏欢迎您。藏装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看的服装之一。吐蕃时代绚丽璀璨，华夏文明封建迷信，纳妾陪葬都是糟粕的封建文化。但是吐蕃时代就没有封建迷信吗？ Hello， 那些公干桑中名参加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藏族姑娘张妈，感谢大家的支持。这2天我们这边天气不怎么好，而且还下雨。我想问一下，你们那边冬天是下雨还是下雪呢？西藏这边冬天的话，如果出太阳的话，就非常的暖和；阴天的情况下，就跟东北差不多，就特别的冷。 现在准备去看看藏装外套，如果适合的话就买一件冬天的那种，因为我之前拍视频穿的那些都是夏天的，为了拍视频差点都感冒了，所以我现在去买一个冬天的藏装。我现在已经到林芝的 CBD 了，林芝人一生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 我后面是电影院跟肯德基，这里呢是西藏林芝最大的菜市场，还有西藏网点最多的银行——农业银行。农业银行跟邮政一样，遍布西藏的牧区跟乡村。如果大家到西藏来玩，有农业银行跟邮政银行的卡就不用愁了。然后这里呢有吃不完的藏餐，还有火锅以及各种各样的美食。你来西藏林芝之前是100斤，来了之后就是200斤的大胖嘟嘟。 啊，真香！最后也少不了酒店跟商业街，我现在迫不及待的进去了。今天由于不是周末，所以街上人比较少，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的是朋友们即将看到藏装有多漂亮。我刚刚又去买了一杯蜜雪冰城，这个主要是便宜又好喝。如果大家到西藏来玩，因为西藏这边比较干燥嘛，然后多喝水哦。 我之前去逛的时候已经选好一家藏装店了，然后我们现在直接进去买。 本来这袖子比较长，就是故意设计的，然后它是这样的话，就把它给卷起来就好看一点。看，好看吧？我们这边的话，这些都是林芝的，就挂件啊这些。我们那边相对来说没有这种的，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这上面也是都是林芝的一些服装。刚刚挑了好久，就选了这件，花了我250，原价280，就降价到250。大家觉得好看吗？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的保暖，一下就身子就暖和起来了。藏装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看的服装之一，而且像我这种外套的话呢，就是冬天时候穿特别保暖，效果跟羽绒服差不多。那么为什么走在西藏的街头，无论是藏族还是汉族，很少看到有人穿藏装呢？我现在身上穿的这种呢，是与现代化融合一起的，然后呢，穿上又时尚轻便。但是我们传统的那种藏装是用牛羊的皮毛做的，比较厚重，平时重大的节日时候才穿，平时工作学习就比较不方便。好多老一辈都说我们越来越汉化了。吐蕃时代绚丽璀璨，华夏文明封建迷信。我很不喜欢华夏古代文明的孝，为了孝道，往往是矫枉过正。比如有一个成语叫破冰求鲤。这个成语描述的是一个少年为生病的母亲在冰雪覆盖的河床上用自己身体的温度融化冰雪，捕鱼熬汤的故事。表面上来看，这个故事宣传的是孝心，但是有点玄关，搞不好没给母亲捉到鱼，自己先没了。在华夏古代，这样的极端有很多。纳妾陪葬都是糟粕的封建文化，但是吐蕃时代就没有封建迷信吗？虽然都有封建迷信，但是也都留下了璀璨的知识。我们的藏语文字、藏文史诗等华夏文明的历史巨著、诗词歌赋、
华夏文明留下了万里长城和宫殿，吐蕃藏文时代留下了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斯。两种不同时代都有好有坏，都是我们祖国的宝藏。进入21世纪，无论是现代化还是藏文化，都是把好的发扬，把不好的丢弃。接受别人的文化，也可以让生活更好。很多人都说接受新鲜事物就是汉化，我坚决否定这个说法。所以现在的藏族年轻人平时喜欢穿潮流的衣服，喜欢吃火锅和西餐，喜欢说普通话，过情人节，都不能称为汉化，而是现代化。汉化的一切都不是汉族文化，他们也是从全球各地融合形成现有的生活状态。祖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温暖家庭，汉族包容一切文化，我们也可以接受一切文化。文化本身没有对错，瑰宝和糟粕才有所区别。虽然不穿汉服，但是每年的春节是汉族最隆重的节日。那么随着时代的进程，有些文化依然保留了，有些失去了。穿上藏装很漂亮，穿上潮流的服装也很漂亮。糌粑牛肉酥油很好吃，火锅也很好吃。西藏非常的好，北上广深也很好。现在是晚上7点，这边还没有天黑，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这边9点半太阳才刚刚落山，所以好多外地朋友问我，你们那边晚饭大概几点左右吃？在市区里面的话，平均是8点半左右吃晚饭，但是在我们农村的话，因为傍晚浓后才能吃饭嘛，大概在9点半或者是10点左右才吃晚饭。那么你们那边是几点吃晚饭呢？现在是7点多，这边餐厅没什么人，但是过一会儿这边的人就满了。这一排呢都是12生肖的石像，然后后面这位是我的生肖，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里呢就是弓部印象，弓部呢就是灵芝的意思。刚跳完舞过来吃个火锅，我觉得全中国四川的火锅最好吃。